那接下来看这个侵蚀的部分，侵蚀的部分主要会用到 VDB Reshape SDF 这一个 node。那我们先来看它的运作方式。第一个先是一个 box， 那 box 我转成 VDB， 那 VDB 我先把这段剪掉。如果到这里来，那这边 VDB Resemble SDF 这边它有4个方式。那如果选侵蚀的部分，我来改变这边数值，它就会越来越小，从大变小，慢慢变侵蚀。但是它慢慢变侵蚀会出现一个问题，就是下面它是规律的往内缩，那就变悬空了。所以如果我希望它只有上面被侵蚀的话，我就必须帮它做一个 mask。然后这个 mask 它的影响是从上到下，然后强到弱。所以在这边我把这个 box 再做一个 VDB， 但是这边是转成 volume， 然后 volume 之后用 volume up 去产生这个渐层的效果，然后变这样子，上面强下面弱。这边怎么做？这个其实就很简单，已经完成的结果。那如果我们看一下它空的 volume up， 它一开始只是把 density 连接到 density， 就是说我只是这样子，它就会是原来的情况，没有任何的改变。那我这边做的方法就是把 pointer position 由原来的 vector 转成 float， 那 float 只截取它的 y 的话就是它的 pointer position 就会从这里，比如我这边的高度是2到0，那这个2到0再把它送出去给 ramp， 然后再做一次 fit， 因为 ramp 它的特性就是我们这边如果看它是0到1，所以超过1它不会动作。所以如果我直接把这个这样接给他的话，它1以上就没有了。那再送过来，它就会变这样的，变成一个很奇怪的事情。所以在这里要把这个0到1 ramp 的0到1，把它改变用 fit 来改变数值。那这个的做法就是 destination 的 max 的这个值，我把它抓自己的 bounding box， 然后1就是这个第二个 input 就是 box 3，它的 y 的 max 也就是 y 的最上缘，然后再乘以一个我这边开的一个 value 这个值，这样子我就可以控制它的强度，比如说越来越强，越来越弱，这个就会关系到它被侵蚀的一个强度。啊，再进来看，把这个 destination max 抓取它的资料，得到 y 的最上缘之后，把这2个值再相乘，然后把这个数值再给 density， 就会得到一个这样子的渐层。也就是说，如果我不用 y 轴，我用 x 轴，就会从左到右，就大概会是这样的情况。就来看一下，如果把它改成 x， 它就会这边有，这边没有。这样看不太出来，把它增强，就变这样。所以用 Y， 那这就是 mask， 它的 mask。那回到这里来 ，reshape SDF， 这个 mask 的强度就会直接影响到它的造型，所以不用太强，一点点就可以了。那这边选 erode mask， 选择 density， 就是它这个数值如果反过来，就会得到这样的。那反过来它那个问题就出现了，1以上又没有反应了，只有1以下有反应。OK， 还好我们是要从上面侵蚀到下面，所以这样子就 OK 了。所以其实这样的做法，什么巧克力啊，还是干嘛的文字啊什么的，都可以用这个方法，让它看起来好像有溶解的效果，只是它不会有那种像液态的感觉，它会就像是被风化的感觉而已。所以如果在这边改这个 offset， 它就侵蚀的强度就会依据这个 offset 的改变。OK， 这个就是侵蚀的部分。
再来就是要做砖块跟泥灰这两个相接触的凹陷的部分，我们要在 VDB 里面创造出这种有一点微微凸起来的效果，这样子才会看起来是好像这个泥灰是被水冲刷过，然后到接缝处会比较凸出来。回头来看这边，一开始这样一个是一个 box， 那 box 分做两部分做，一个做 mountain， 然后有一点点的表面的微微的一些 noise。那我们来看第一个部分，第一个部分用 intersection 做，在这里把这个 box 移动了，那原始的位置跟新的位置故意让它交错，然后用 intersection 就可以截取出这一个位置来。那我这边把它线连起来，那就会得到一个完整的线段。然后再用这个线段来做 scatter。其实如果不用这个线做 scatter， 就是一开始这边不要把线接起来，只是有时候它这个点会不够多。它这个点的来源是依据这个 polygon 它这个里面的 segment， 如果 segment 不够多，它这个点就不够多，所以把它接起来，再用 scatter 比较能控制自己想要的点。那我这边设定的是500点，然后把它转成 VDB， 再用 VDB combine 把这两个接起来，再 reshape 做一点侵蚀的效果，然后再 smooth 就可以得到这样子在这里比较凸的一个效果。再 combine 这个形就出来了，受到风化或者是雨水冲刷的效果。两个 VDB merge 起来，它就会长这样。VDB convert， 它会转出两个不同的 VDB， Surface 跟 Surface A， 它并不会两个接在一起。OK， 所以在这边 merge 是为了要稍微看一下它的效果而已，是不是有我预期想要的这种效果？那第二种是用 volume 的方式，就是刚刚那种这边介绍的这一个最简单的处理方法。第二种方法用 volume， 然后用 reshape 的话，把这个原始的 VDB 跟转换成 volume 的 VDB 两个来做 reshape 的话，就会得到一个这样子的结果。再来做 smooth 的话，效果就会好很多。那再把它 combine 一下，这个洞就可以，因为在这边的 reshape 一直被侵蚀，但是洞还会一直存在，所以到这边我们看这个 combine 的话，然后 reshape， 其实我 reshape 在这边已经做了侵蚀的动作，它还是可以好好的有那个微凸的效果。再来是第三种回到这个 VDB， 然后这个也转成 VDB， 大的方块跟小的方块都转成 VDB， 然后这样子去 reshape。这个方法就是它没有办法出现上下的渐层。如果我们在这边这个 VDB 这边稍微看一下，这边这一个如果我把它强度调得很强的话，这跟刚刚是用同一个方法，就是让它变成有渐层。这样我可以比较容易改变它的一些 volume 密度，用 volume 的方式让它上面有，但是下面没有的效果。但是这个如果只是两个都转成 VDB， 然后 reshape 的话，其实是没有办法有这样子的效果的，它就不会有上面强下面弱，或者是反过来下面强上面弱。如果我们回来看最开始的这个 volume up， 用新的 volume up 好了，这样子。这一个，但是我这边的这个 volume， 把用 cloud noise， 它就会变这样子，有 noise 的效果。这两个叠在一起，它就会变这样，所以可以增加很多不同的效果。在这边调整这个 noise 的强度的话，就会得到不一样的东西出来。所以其实，在 volume 的话，可以做出比较多不同的变化。
虽然有3种方式可以做这个凸起的效果，但是我最推荐是用 volume 来做。把它切到 volume 这一个来。OK， 这个是侵蚀的部分。